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上集讲到铝锅、铜锅、不锈钢锅，这一集主要讲讲玻璃锅、珐琅锅、不粘锅和陶瓷锅。先说一下玻璃锅，大家在上一集的实验里看到了这个玻璃锅的导热性非常的差。其实不光是它的导热性，它的不粘性也是特别的糟糕。看看这个玻璃锅煎鸡蛋，外面都糊了，里面竟然是全稀的，而且是特别的粘锅，根本没有办法翻面。你看到这里，你能想象到我内心的绝望吗？普通炒锅的任务基本不可能完成，用处不大，就不推荐了。下面说说珐琅锅，我们先搞清楚珐琅是什么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玻璃粉末在高温融化后形成的一层薄膜，包在金属的外面。同为玻璃，它也是比较粘锅的，用于炒锅不是特别的理想，但是作为炖锅的话问题不大，因为基本上都是在烧水。选购珐琅锅要注意一点，这个锅的颜色特别鲜艳，它上色的时候呢，有些会用到铅或者是镉。加拿大是禁止出售含有铅或者是镉的玻璃锅和珐琅锅的。我不知道你所在地的规定，但是建议你买大厂家生产的比较成熟的牌子。Lodge 是美国的公司，100年的老字号。Lodge 的珐琅锅是在中国生产的，所以它相对便宜。另外两个牌子比较出名， Le Creuset 和 Staub，他们的珐琅锅都是在法国生产的，除了样子不同的话，这两个锅从性能上没有明显的区别，只有一点就是这个 Staub 盖子上的这个手柄是金属的，而 Le Creuset 的这个很多是耐高温的塑料。我用的这个锅是28厘米的，比较大，因为我经常用来烤面包。如果你不烤大面包的话，只是作为普通炖锅的话，26厘米是比较合适的。这个锅呢，我用了很多年，经常是放到烤箱里用525华氏度预热的。最热的时候呢，这个锅的颜色会变深，但是它冷却下来之后呢，又回到了鲜红色。目前为止呢，就大概用了有5年左右了吧，没有发现一个裂纹。这个锅非常耐用，厂家是终身保修的。如果预算允许的话，还是买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做饭的时候看着也高兴。下面说一下不粘锅，市场上的不粘锅太多了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我简单几句总结一下，让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。首先呢，这个不粘锅分为2种，一种是陶瓷不粘锅，另一种是有化学涂层的不粘锅。先说一下这个陶瓷不粘锅。我的这个锅是双立人的陶瓷不粘锅，它的不粘性呢是转瞬即逝的。有的人说这个陶瓷不粘锅不粘性可以维持1年，我的这个锅可能连1个月都不到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。你想想看，陶瓷应该和玻璃是很接近的物质，你自己也可以查一下，这个粘锅是这种陶瓷不粘锅的一个普遍问题。如果一个不粘锅变成了一个粘锅，这个锅的性能就从本质上改变了。下面说说有化学涂层的锅。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锅是不是危害健康。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呢，你需要知道2个物质，一个是 PFOA， 另外一个是 PTFE，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聚四氟乙烯。你不需要知道这2个是什么东西，你只需要知道它们在哪里，对你有什么伤害。不粘锅的涂层是 PTFE 聚四氟乙烯，而这个 PFOA 是生产这个不粘锅涂层过程中使用的原料。生产结束之后呢，这个 PFOA 会释放出来，所以涂层中并不含有 PFOA。 有研究认为呢，这个 PFOA 有可能对人体致癌，自然界中呢又特别不容易分解。环保部门希望厂家停止释放 PFOA。 现在呢，很多厂家生产过程中并不使用 PFOA， 但是呢，换汤不换药，他们的涂层依然是 PTFE。你留心的话，你会看到很多产品说明中标着不含有 PFOA， 它的意思是说生产过程中没有释放 PFOA。 无论是否标明不含有 PFOA， 不粘锅都是不含有 PFOA 的，所以这个 PFOA 是在自然界跟你是间接的接触，而这个 PTFE 是在你的厨房里跟你是亲密接触。当然这个环境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关于这个 PTFE， 也就是聚四氟乙烯，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，美国癌症协会认为它不是致癌物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第3类致癌物。在同一类致癌物名单里头还有饮用咖啡和咖啡因。它在低温下是稳定的，遇到高温就会分解，这个时候它会释放气体，这个气体呢可以杀死鸟，而且会让人体有类似感冒的症状，当然这个涂层也就烧坏了。不粘锅可以用，但是家里炒菜应该是以铁锅为主，而且一定要正确使用不粘锅。
你经常看到不粘锅的中间会有一个红点儿，它的作用是在告诉你这个锅的温度已经到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厂家含蓄委婉的意思你也要体会，他在告诉你这个锅不能再加热了，再加热就要坏了。实际上是在帮助你保护这个锅可以用得更久一点。当然，话又说回来，生产一个不粘锅除了涂层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，但是我们透过问题看本质，耐不耐高温是这个不粘锅里的最弱的一个环节。所以你在选锅的时候呢，你要看它在烤箱里可以承受的最高温度，承受的温度越高，这个锅的耐用性就越好。给大家几个牌子参考。Tefal 的这个锅可以承受500华氏度的高温，比一般的350华氏度或者是400的华氏度要高了很多。另外一种就是硬质阳极氧化铝做的不粘锅，这种材质呢比一般的铝会更硬一些。我给大家一个牌子参考 Kevlar Unison 系列，这个技术是这个公司发明的，它也可以承受500华氏度的高温。再往上的价格我就不推荐了，因为没有办法从根本改变这个塑料不耐高温的弱点，而且不粘锅的寿命最多也就是2-3年。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的是，这个不粘锅大多数都是铝做的，如果你用的是电磁炉的话，你一定要注意它是不是跟电磁炉兼容。今天就讲这4个锅，下一集我讲讲我用的铸铁锅、碳钢锅和中式炒锅的体会。喜欢的朋友请你帮我点个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集再见。